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高马尾加长靴造型曝光，拍戏被偶遇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赵丽颖现身片场，简约长靴造型尽显修长美腿，马尾灵动，笑容亲切。从青涩小花到演技担当，她不断突破自我，新造型展现青春活力与无限可能。有幸运的粉丝在拍戏现场偶遇了人气小花赵丽颖，这次现身，她可着实让人眼前一亮。当日，赵丽颖身着简约休闲装，下身搭配的长靴尤为吸睛，长靴线条流畅，完美修饰了她的腿部线条，显得双腿笔直修长。上身的服饰简约却不失时尚感，与长靴相得益彰，整体造型既干练又充满时尚韵味。她高高扎起的马尾，随着她的动作轻盈摆动，发梢间都透着灵动活泼，洋溢着满满的青春活力。在现场，她和工作人员交流时，脸上始终带着亲切的笑容，眼神专注又明亮。尽管是在拍戏间隙，她依然保持着极佳的状态，皮肤白皙细腻，五官精致，整个人散发着由内而外的自信与光彩，让人忍不住驻足欣赏，美到让人目不转睛。从早期的青涩小花到如今的演技担当，赵丽颖在演艺道路上一路拼搏，不断突破自我。她塑造的众多经典角色，无论是《花千骨》里坚韧执着的花千骨，还是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》中聪慧隐忍的盛明兰，都深入人心。而这次被偶遇时的造型，也展现出她在生活中青春活力的一面，让粉丝看到了她更多的可能性。期待她在新作品中能继续用精湛的演技带给观众更多的惊喜，也期待她未来能解锁更多时尚又迷人的造型。赵丽颖最近在片场的路透照再次刷爆社交平台，身穿修身造型，脚踩长靴，扎起高马尾的她，举手投足间透出满满的青春气息与专业态度。这次被网友偶遇拍戏，不同于以往的大女主氛围或古装造型，她以一种元气十足却又利落干练的状态，吸引了无数目光。许多粉丝直言，这哪里是拍戏，简直像时尚大片的走秀现场。而非粉丝的网友也纷纷感叹赵丽颖的状态之好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已在圈内打拼10多年的女演员，气质和体态都保持得太完美了。双引号，长靴和高马尾的组合，在视觉上营造出一种力量与俏皮并存的对比感。赵丽颖的脸本身就偏清冷挂，这种造型更是突出了她下颌线的利落与五官的立体。高马尾给人青春洋溢、活力四射的印象，而长靴则拉长了身形线条，衬托出整个人精致而挺拔的姿态。这种造型一经曝光，就迅速成为粉丝讨论的热点，不少人开始模仿她的穿搭风格，甚至把她这组照片截图收藏，当作秋冬穿搭参考模板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丽颖在现场的状态不仅仅是外在的亮眼，更重要的是她身上那种专注拍戏、全情投入的精神气质。虽然是被偶遇，但她完全没有明星的架子，反而始终专注于剧组安排与导演沟通，每一个镜头前都认真对待。路人镜头下的她没有滤镜，没有灯光加持，依旧精神饱满，状态极佳。这种真实之美反而比经修图更有说服力。她的职业态度，她的敬业精神，才是她始终被尊敬与喜爱的根本原因。在影视圈里，有颜值的女演员不在少数，但能把每一次拍戏当成修炼，每一次出场都呈现出专业风貌的，却并不多见。赵丽颖从陆贞传奇《花千骨》一路走来，她并不是靠出身，也不是靠话题起家，而是凭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，累积下如今的地位。而在走到一定高度之后，她依然没有放松自己，依旧坚持现场背台词，与导演磨戏，琢磨角色动线。这种看不见的坚持，才是一个好演员真正的底气。也有不少网友感慨，赵丽颖越来越美，不只是外形上的变化，而是整个人的气质、气场都变得更加有张力了。确实，
从少女感十足的早期角色到如今多面角色的挑战，赵丽颖一直在突破舒适区，从不会满足于固定人设。这一次的新剧拍摄，据说是一部贴近现实题材、充满社会性与女性话题的作品，角色设定复杂，台词密集，很多演员都不敢轻易尝试。但赵丽颖选择了接下这个角色，也说明了她在演技探索之路上的勇敢与笃定。我们很容易被赵丽颖少女感十足的外表吸引，但如果只看到她的漂亮，其实是一种低估。真正令人敬佩的是，在她越来越忙碌的工作节奏中，她始终坚持身材管理与状态自律。哪怕在高温酷暑中拍戏，仍然能穿着长靴完成高强度动作戏，仍然能维持元气满满的外形。这背后少不了日复一日的锻炼、饮食管理和心理调节。她把自己的每一场戏、每一个镜头都当作职业声誉的一部分，绝不松懈。赵丽颖之所以能一直被关注，不只是因为她是当红女演员，更是因为她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带来新的惊喜。她不靠炒作，不靠绯闻，而是让作品、让角色、让真实状态自己说话。在流量和争议满天飞的娱乐圈中，她就像一道清流，始终用实力和行动守住演员的本分。就像这一次被偶遇，不靠刻意营销，却凭一身造型和自然表现力再次破圈，说明她早已具备一种不动声色的影响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赵丽颖这类无声而有力的美，也正在重新定义女明星的风格。在过度追求浓妆艳抹与滤镜美的时代，她的这种真实、利落、元气、敬业，反而更加打动人心。她的美不只是外形上的靓丽，而是一种源自内心的沉稳自信。她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，真正让人移不开眼的，并不是一张好看的脸，而是一种不断前进、不惧挑战的状态。对于粉丝而言，这次偶遇是一份意外惊喜，也是一次视觉盛宴。但对更多观众来说，这种真实呈现出来的状态也传递出一种积极信号。无论你是普通人还是明星，只要对自己的职业足够专注，对生活足够热爱，就能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。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属于她个人，也是一种时代女性成长路径的缩影。最后，想对正在阅读这篇文字的你说，我们常常在社交媒体上追逐流行，喜欢评判他人状态，但真正有力量的，不是那些短暂的经验，而是日复一日积累出来的底气与自信。赵丽颖之所以值得被赞美，不是因为她生得漂亮，而是因为她始终在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赵丽颖一样，不被外界的标签所困，不被流言蜚语所扰，用坚定的脚步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风景。美丽可以是一种外表，但更是一种力量，一种态度，一种让人移不开眼的存在感。赵丽颖正在用她的方式诠释这种属于新时代女性的美。你呢？你准备好像她一样，活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了吗？在这个人人皆可发声的互联网时代，网络言论的自由与边界日益模糊，尤其是对于公众人物而言，网络暴力早已成为他们必须直面的一部分。王一博，这位备受关注的青年演员兼艺人，在事业不断上升的同时，也长期遭受着恶意攻击与网络暴力的困扰。近日，他对一位严重侵犯其人格权的黑粉提起诉讼，索赔13万元人民币的消息引发了广泛讨论。许多网友一边支持他维权的行为，一边又直言赔得太少。这种情绪背后，实则映射出公众对网络暴力泛滥已久的愤怒与无力。王一博的维权之路并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在长期隐忍与观察之后，终于采取的法律行动。早在出道初期，他就面临着各类带节奏、造谣抹黑、污蔑诋毁的网络言论，而随着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，攻击也愈演愈烈。从生活到职业，从性格到作品，甚至他的家人朋友也屡屡成为无端重伤的对象。在这个背景下，他选择站出来，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，
不仅是为了自己，更是在为整个行业树立一种正向的示范。网络不是法外之的，言论自由不是造谣的庇护伞。在案件细节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名被起诉的网友长期以极度恶劣的言辞抹黑王一博，不仅传播不实信息，还带有强烈的人格侮辱性质。王一博的律师团队也收集了完整的证据链，最终以侵犯名誉权、人身权为由正式提起诉讼。这一行为不仅表明王一博团队对侵权行为的零容忍态度，也释放出强烈的信号，对于持续性、恶意性网络暴力，必须依法追责到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尽管索赔金额为13万元，在公众眼中似乎并不高，但这一金额本质上并不是王一博追求的重点，更多的是通过诉讼程序确认权利受损的事实，依法追责，同时也震慑潜在的网络暴力行为者。很多网友认为，以该黑粉的恶劣程度与对王一博声誉的长久影响而言，13万元甚至不够抵消其带来的负面效应。而这背后所反映出的，其实是公众对网络暴力成本过低的忧虑。在现实中，网络暴力的代价往往微乎其微，很多施暴者抱着反正你不会找到我的心理，肆意发表恶意评论和造谣信息。更令人遗憾的是，一些看客甚至误以为这是追星娱乐中的一部分，混淆了言论自由与网络攻击的边界。但这次王一博的维权行动恰恰证明，即便你躲在屏幕后，即便你用匿名账号，法律也不会放过你。这种清晰的态度，不只是明星个人的选择，更是对网络环境建设的一次积极推动。这起案件也在粉丝与大众之间引发了更深层次的讨论。一些理性的声音指出，王一博之所以能选择法律武器，是因为他有能力、有资源、有团队。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当他们遭受网络暴力时，却往往无力维权。正因如此，公众人物的维权行动更具代表性和示范性。王一博作为公众人物的正面形象，不仅在屏幕前展现出了努力与专业，也在现实中用行动告诉年轻人，面对恶意，不必隐忍，可以勇敢地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。与此同时，也有网友表达出深切的情绪共鸣。在评论区，有不少人分享了自己或身边朋友因为网络暴力而受到的心理伤害，有人甚至因此患上焦虑、抑郁等疾病。网络暴力从来不是一句“我只是开玩笑”就能掩盖的，它背后往往藏着一刀刀深深的恶意，而每一次不计后果的攻击，都有可能成为压垮一个人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王一博此次维权，其实也替无数曾被网络暴力伤害过的人发声，是一次情感上的代偿和慰藉。而从更广阔的层面来看，艺人维权也是整个娱乐生态健康发展的标志。过去娱乐圈长期存在一种默认沉默的现象，即便遭遇网络暴力，也少有艺人选择诉诸法律，原因无非是怕舆论反噬，怕影响商业合作，怕得罪人。王一博此次坚定选择走法律途径，正是在打破这一沉默，让艺人有了发声的底气，让行业有了治理的方向。每一次成功维权，都是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有力回击。当然，这一过程并不意味着网络空间要变得言论受限或人人自危。我们应该清楚区分表达不满和恶意攻击之间的界限。喜欢与不喜欢是每个网友的权利，但当这种表达上升为人格攻击、恶意抹黑、诽谤造谣时，它就越过了法律允许的底线。在法律面前，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言行负责，不论你是素人还是公众人物。对于广大粉丝来说，这次案件同样是一种成长与启发。很多人因为热爱而关注王一博，也因为他经历的这一切更加明白了理智追星的重要性。真正的支持不是盲目护短，而是在偶像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提供坚定支持，同时也时刻保持清醒与理智，不被网络带节奏，不为无意义的纷争所利用。王一博的粉丝群体一直以安静、坚定、行动力强著称，而这次他们的态度再次彰显出成熟理性的应援文化。
写到最后，想对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你说，或许你不是王一博，也没有那么多粉丝与团队，但你同样值得被尊重。不要因为网络上的几个陌生人的恶意评论就怀疑自己，不要因为长期的攻击而否定自己。世界上总有人不喜欢你，但那不是你的错。你可以选择屏蔽、拉黑，更可以选择像王一博一样勇敢面对，坚定地保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。同时，也希望每一个曾经无意间键盘冲动的人能反思自己的言行。我们可以不喜欢一个人，但请不要用语言去伤害。我们可以表达观点，但请不要跨越底线。你在屏幕前敲下的每一个字，也许只是你随手一击，却可能是别人心中久久无法愈合的伤口。请记住，网络世界不是真空，尊重与善意才是我们共同需要维护的底线。希望王一博这次的维权不只是一次个案，而是开启了一场行业内更广泛的清朗行动。希望未来更多的艺人、创作者和普通网友都可以在一个更健康、更温暖的网络空间中自由表达，不再被恶意绑架，也不再因仇恨失声。愿正义不再迟到，愿网络世界不再冷漠，愿每一个在风浪中坚持真实、善良、勇敢的你，都能被温柔以待。